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大碗。大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要聊北京车展。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二去看了一次北京的车展。对，就是北京国际车展。哦，这是国际的。对，这是你第一次去看北京的车展吗？不是，是第二次。上次我们去看了房车展。哦，对对对，是。上个月我们去看了一次房车展，然后星期二的是北京国际车展。其实以前我很少去看车展，因为我对车不太感兴趣。大碗，你对车感兴趣吗？我对车还挺感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就对车感兴趣，然后之前的工作也跟汽车有关嘛，所以就比较感兴趣。哦，是做什么相关的？是做汽车展相关的。哦，所以如果你去车展的话，你属于算是专业人士。一半一半吧。因为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的汽车的行业其实发生蛮大变化的。我们这次去看车展不是免费的，对不对？对，然后要50块钱的门票。你觉得这个50块钱门票值吗？我觉得值的，就是因为毕竟这次的品牌很多，然后规模很大嘛，所以他收这个价钱也还算是 OK 的。对，真的很大。我们去了2个馆，是不是？新闻是说有38万平。38万平是多大？我没有概念。38万平相当于50多个足球场。天哪！对，就是非常的大。我们那天走了2万步。对，我的腿都快走断了。对，非常的大。然后他把所有的展馆全部都用完了。因为就是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它以前是一个旧的场馆，然后它现在就是更新了嘛。更新之后，它就把新旧两边同时都用上了这一次，所以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展。全世界最大的？对。哇哦，真的很累人。是，我也觉得很累。就是可能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就明年还有这么大，我不一定会去，我觉得。那我们说车嘛，我们现在车有几个类型呢？按大力来分，我们就按油车、电车，对，然后混动车，可以吗？可以。因为如果是按标准的分法，可能还有比如说乘用车呀、商用车呀，然后我们乘用车里面还有轿车呀、SUV 呀、MPV 呀，就非常的多。其实这个分的种类，其实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法。电车就是充电的车，油车有用汽油的车和有用柴油的车。那混动车呢？混动车简单理解就是既能用油也能用电的车。那你去这个汽车展之前，你对这个展览有什么期待呢？去之前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这几年很火的几个电动车的品牌。比如说蔚来、理想、小米，对，还有小鹏。对。为什么你对他们有期待呢？因为这几年这几个品牌非常的火，大家都讨论他们，所以就想看一看他们最新的车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确实在车展也看到了这些品牌，对不对？对。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款车，或者是哪一个品牌的车呢？我印象最深的品牌其实是蔚来。是因为我们在蔚来的展台逛的也很久，所以的话看了他们蛮多种车的。比如说他们最新的新车 ES9，就是那个会跳舞的车。我们还上去坐了一下。对对对，就体验了一下。它这个会跳舞是他们想展示他们的底盘的能力。很舒服呀，就是坐在车里面。所以的话他们就有一个体验的环节，是坐到车里面去体验一下他们的底盘。那他想给我们展示的是不是说在路况不太好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石头呀什么的这样的路面上开这个车的话，我们坐在车里不会觉得太颠？对，还有就是可能坐进去他也想让我们感受一下他车里面的声音。音响系统也非常的好。的确我们坐上去是有这个感觉，就是而且座椅很舒服，然后听到的音乐呀都还蛮震撼的。那是不是
这个是电车吗？对，这个是电车。那是不是所有的电车它的里面的叫什么降噪的效果都很好？也看价位吧。但是现在中国的汽车品牌，如果是高端的车型，它主打的就是它的音响特别的好，然后降噪非常好。那降噪越好的车，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就越容易晕车呢？这个好像没有关联关系吧，主要是看比如说你的油门还有刹车的控制是不是比较舒服的。如果是启停比较突然，我们往往就比较容易晕车。它是一辆几座的车呀？就是有几个座位呀？它是全车，它的口号是6人的座位可以装13个箱子。就是它的空间很大，然后它可以坐6个人。对。因为我们当时中间的那2个位置的话，是2个还很舒服的大的像沙发一样的座椅。对。然后后面还有2个位置。坐上去很舒服。然后呢，前面都有屏幕，可以看到自己的屏幕，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听说这2年就是中国的这几个大汽车品牌都还蛮想要做这个高端的 SUV 的车型的。我感觉电车坐起来确实比一般的油车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坐油车的时候我是从来不晕车的，但是我坐电车很容易晕车。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现在蛮普遍的一个情况，特别是早几年电动车还没有这么更新换代，比如说最早的前几代的时候，这个会更加的出现普遍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记得我们那天在北京车展也看到了，就是丰田他们有一个展位是专门展示了他们的防晕车的这个座椅的这个功能。对，我有印象。对，那个也蛮印象深刻，就是它针对就是这个防晕车的这个，它把他们的座椅升级换代了。那是这几年才有的吗？还是早就有了？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功能还蛮贴心，而且说明他们发现了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对，是要座椅不仅是要舒服，而且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日本的牌子不管是大到做车呀，还是小到做文具啊，都会非常的细心。对，就是我印象很深，是几年前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需求，就是找一款老人坐轮椅能上下车的车，最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只有日本的车型可能有这种特供的款。这个款专门的有一种叫法叫福祉车。它就是针对比如说老年人他上下车不方便，它的座椅是可以45度的朝外，然后甚至是可以让它直接落地，就是直接出这个车子的这种。你说到45度朝外，那天好像我也是坐了一款车，是理想的车吗？对对对，理想那个车也有，它也是方便上下车。所以它有一个45度的一个朝门的这个动作。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呀，我以为这种车早就有了。但是其实这种45度就是方便上下车的这种功能，其实在日本的车型蛮早就出现了的。对。那我们在蔚来还看了什么车吗？我们在蔚来还去了他们另外一个品牌叫萤火虫。我们看了一款小车。那个车很可爱。对，而且是性价比很高。对了，蔚来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卖点，就是换电？对，换电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车品牌里面只有蔚来在做。我们先说一下换电啊，我们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了解过。换电呢，就是一般我们的电车如果没有电了呢，我们就去一个充电桩充电。但是蔚来呢，它有那个换电站。那如果你的车没有电了呢，你把你的车开到换电站，可能花个3到5分钟就可以把没有电的电池换下来，然后呢给你换上一块充满电的电池。对，就是这个技术是他们非常骄傲的。因为好像我们那天在展台，它专门有一个位置就是展示了他们换电的这个时间，好像那天是3分钟不到就把电池换掉了。那这个真的很节约时间。对对对，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功能其实在中国的节假日还是蛮被大家称赞的。一般一辆电车我们说充满电要多长时间？
要看一个车它是慢充的车型还是也支持快充。像现在如果是快充，可能半个小时也可以充到70%，好的车型的话。那普通的车型如果是慢充，可能有时候是1个晚上。哦，那这个它3到5分钟的话，那真的是节约了很多时间。对。那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车都有自动泊车系统？就是这个车它会自己把它自己停到那个停车位去，不用你去停车。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如果是一些比较好的车型，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超市外面有一个人，他开的是小米吧，然后也是他下车之后就点了一下手机，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小米的车自己就把自己停到那个停车位去了。然后这一次北京车展，我记得是比亚迪，他们也是专门规划了一个展位，展示他们的全场景的停车的这个功能。对，但是我们没有排队，没有看上了。对，我们错过了。对，我们错过了。但是就是他们也展示了他们这个功能。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他很早以前就买了车，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他开的车。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是坐地铁或者是打车过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会停车。我太可以理解了，就是我也觉得停车挺难的。特别是那个侧防位停车，如果是有时候碰到侧防位停车的那个停车位，我是很不愿意停的。比如说有时候开到一辆不太熟的车的时候，你很难判断那个前后左右的距离嘛，我们说那个空间感就不是很好。对。那如果有这个自动泊车的系统的话，其实对开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而且很省心，就是不需要去想太多。除了蔚来，我们那天还看了什么车？我们还去看了一下理想。对，因为大家就喜欢把理想跟蔚来就是放在一个地方讨论一下嘛。所以他们是竞争对手。对，他们有打擂台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创始人都是原来的汽车媒体的老板，同时呢，他们也都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决定要开始自己造汽车，然后做的也都是电动车。但是他们的技术的主张的路线又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理想，他主张的是我们中文叫增程式的。对。所以就是它的技术路线又更加的不一样一些。什么叫增程式？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听不懂。简单来说，其实它就是可以加油的电动车。它的驱动系统是电动的，但是它的补能的方式是加油 OK 的。所以那天我们也去看了理想的展台，他们也有一台新车，基本上是跟蔚来的 ES9 是打擂台同级别的，也是50万50多万。但是我们那天好像没有机会去体验他们的那个新车。只是去坐了一下他们的 MPV， 就是那个你说可以45度出来的那个车。然后那个座椅有按摩功能的。对，你好像非常的喜欢那个车。因为那天走的太累了，我们可能是逛了2-3个小时以后才逛到理想。对。然后会觉得它的那个座椅的按摩特别舒服。然后之后我们就全场在找什么车可以按摩就去坐什么车。对，因为真的太累了。但是的确他的车坐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也有这个同感，就是他的车空间很大。那当然因为那是个 MPV 嘛。然后那天那个座椅我觉得也是其实我认为是跟蔚来是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胜一筹。所以就是理想就是他们有新车，但是没机会体验。好，那我们还逛了什么品牌的呢？比亚迪。比亚迪现在在中国和在泰国是不是都很火？听说它在全世界现在都销量都是进步的很快。因为比亚迪它是中国电动车现在可以说是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是什么意思呢？领军人物你解释一下。领军人物就是他在这个行业的排名是第1、第2的。对。比亚迪呢在北京车展他们是非常的大气，就是一整个馆都是他们的。其中有一个馆整个都是他们的品牌。这个还是蛮震撼的。你有印象就是有别的品牌是整个馆的吗？好像没有。对，好像我也没有看到。蔚来是吗？
未来不是，如果是包馆的话，就是当你进到一个展馆里面全都是它的品牌，就说明它现在的品牌很多，然后车型也很多，然后它想展示的东西也非常多。这一次好像他们就展示了一个零下30度充电吧。就是因为比亚迪它不仅是造车，它最早是做电池的，从手机电池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转到了做电动汽车。然后他们最早的时候电动汽车大家都挺不看好的，然后也一度还挺危机的，但是就是前几年突然间就是电动汽车爆发之后，比亚迪就崛起了。对。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还买过比亚迪的股票？对对对，我买过比亚迪的股票。涨了吗？哇，很疯狂，我们那个时候30多块钱人民币买进的，最后当年还是第二年200多块钱吧涨到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价位卖出去的？50多块钱，50卖早了。对，哇，那一年很疯狂，就是电动汽车起来的那2年，所有电动车的在中国的股市表现的都非常的好，特别是比亚迪，因为比亚迪有一个投资人非常非常有名，巴菲特。巴菲特是最早投资比亚迪的。巴菲特是股神。对，很有名的，对，股神。而且他投资比亚迪投资的非常的早。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是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直到前几年电动汽车突然间爆发。就是电动汽车突然间发展的非常快。对，然后卖的越来越好。那我们聊了很多中国品牌的车，有蔚来、理想，还有比亚迪，还有什么？还有小鹏。小鹏。小鹏也非常有名，因为早期我们说中国电动汽车的品牌有一个魏小李，这3个品牌是叠在一起说的，就是魏小李是3个青年品牌吧，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强。魏小李，魏就是蔚来，小就是小鹏，然后李就是理想。对。小鹏也非常有名，它的智能驾驶做得非常不错。那没有比亚迪吗？比亚迪在我们看来是传统的车企，因为它以前就开始做车了。它不是说针对电动汽车这一波新的来做的，它算是传统车企品牌，跟中国的吉利呀，然后奇瑞呀是一个圈子的。那我们刚才说蔚来的车它可以换电，对，它有换电站可以换电。然后呢，理想的车有那个商务车，很舒服。那小鹏它有什么特点？小鹏的特点就是它做机器人。小鹏做机器人？对，小鹏的创始人对技术还是蛮有热情的。一方面是他们的车主打是他们的智能驾驶很聪明，然后到现在最新的就是他们开始大力的去做他们的机器人。然后那天我们在小鹏的展台也是看到了他们最新研发的机器人。但是很可惜，就是他没有让他的机器人走猫步。走猫步？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他们的这个机器人声称是很像人类，走路非常像人类的一款机器人。它可以走猫步。走猫步就是像模特一样去走专业的模特步是吗？对，就走路很优雅，看起来。那它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想象中的机器人走路就是很机械的，然后很不像人类的。对对对，所以当时他们出这款机器人，在发布会上面有一些人曾经说他们的机器人是拍的视频是有真人在里面模拟的。然后他们那一次发布会还当场把机器人的裤子给剪开了，为了证明说我这里面就是机器的那个结构。然后这个事情当时还蛮轰动，上新闻了。对。但是那天我们在北京车展还蛮可惜，没有看到这个机器人动起来的样子。对，他为什么不展示给大家看呢？很奇怪。是还蛮奇怪的。然后我还看到那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就是剪掉腿的那个。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拍的时候也听到隔壁有人说怎么不让他就是展示一下呀，这种。蛮可惜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去的那个时间段它不展示，是所有的时间段它都不展示。
不知道，反正那天我们没看见。那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还挺好奇的，一会儿去网上搜一下，看看这个机器人走路是多么的像人类。对，你可以去搜一下。那除了中国品牌的车，是不是也有一些外国品牌的车呢？对，有蛮多的，其实也有德国的品牌啊，然后有日本的品牌，蛮多品牌的。然后那天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外国品牌，其实还是奔驰。奔驰这一次它是140周年纪念，哇，就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品牌，我觉得他们做的展位的设计还是非常的让人觉得优雅，然后很不一样。我觉得艺术感呀各方面都是在我看来是第一的了。对，就是大部分的汽车品牌它的展台都是一层的，但是好像奔驰有2层。我们上次在北京车展看到大部分的展台他们做2层，但是他们的第2层往往都是客户的接待区，就是没有做展示。但是那天奔驰的展台设计还是觉得非常的用心，他们把他们的整个汽车就是融入在了一个2层的空间里面，而且还展出了蛮多台很经典的车型。就从他们最早做的那个3个轮子的最早的汽车的雏形，然后到后来的跑车的经典的车型都有做展示。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的佩服的。对，奔驰的跑车真的很好看。对，他们的设计非常的优雅，真的是很优雅。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中国的品牌应该要学习的。就是设计语言非常的流畅，然后有他们的文化的感觉就在里面，但是同时每一个车型有自己的亮点，但是又很有家族设计的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奔驰的那天那个展位还是给我就是从体验一个汽车展的角度来说，还是可能是最好的，就是对这个展会的布置的观感。对，很用心。那我们还看了外国的品牌，我们还看了丰田。对，丰田就是他们有一个单独的展位，就是专门来展示他们的座椅的技术。然后另外的话，丰田就是把它跟它的高端品牌雷克萨斯放在一起，然后也是展出了蛮多车型的，同时也把他们电动化的这个新的车型也展示出来了，都还蛮不错的。那你对这一次北京车展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我想一下啊，有飞机。对。就是我忘了这个是在哪一个场馆，然后呢突然有一架飞机出现在我眼前。有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飞机，是宁德时代的。对，我对它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对，宁德时代是中国的最大的电池的厂家，它不造车，但是它给非常多的电动车品牌造汽车的电池。对，然后他们展出了一个巨大的飞机。对，就很夸张，很震撼。对，我好像在几年前看过他们的新闻，然后说有一个品牌他们做出了一个可以怎么说像私家车一样的私人飞机。无人驾驶的吗？我忘了是不是无人驾驶的了，但是那个只是在新闻上看到，这次是我亲眼看到，我觉得还挺震撼的。那你呢？你还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吗？印象深刻的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汽车我们都找不到怎么开门。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可能是我们这2-3年最大的尴尬的地方，就是平常打车经常不知道这个门怎么开。对，他们的开关，他们那个门的开关就是会很隐蔽。对，然后千变万化，现在有非常多的电动汽车，他们在门的开关这件事情上面就是都还蛮喜欢创新的。可是啊，我在想啊，你不是为了让开这个车和坐这个车的人比较舒服吗？你不是在找不同，或者是你要给乘客或者司机一个挑战，说你去找到那个门的开关，然后有奖励啊。但是我记得就是特斯拉，它最早就是把它的开关做成了那个按键。然后当时那一次我觉得是蛮启发大家，就是
车门的开关不一定是拉把手的那一种，可能从那之后开始，大家就开始改这个。因为据说当时他改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把开关做成那样，更加节省他设计和制造的那个流程。他改这个开关的样式，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藏起来。对，就是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就越来越隐蔽了。对，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北京车展去了阿维塔的那个品牌的展位，他们家的设计就更加的超前，导致他们的那个门开关非常的难找，好像是把那个车窗的按钮摁2下，就可以开。然后当时我们进去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出也出不来，只能一直坐在里面，很尴尬。对，然后还是外面的人把车门打开，我们才出去的。好像是，这个阿维塔这个车型也蛮特别的。我记得我们在西安打车的时候坐过一次。我没有印象。那一次我也很尴尬，我一上车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门怎么开，然后我就用小红书 APP 现搜的，说我现在在一辆阿维塔的网约车，我要去哪里找门开关，然后我在小红书发现有大量的人发同样的帖，就大家都在就是觉得说我不想尴尬嘛，然后我就只能来搜嘛，然后蛮多人都有这个困扰的，就找不到怎么开门。那在网上找的是不是都是 I 人呀？也许，像我这种 E 人，我就会直接问司机啊。对，但是到后来我就解脱了，我也决定就是我也不找了，因为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车，我们不知道怎么开门。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设计了。对，是，包括有时候在外面都不知道怎么开门进车门。所以这一点还蛮特别的，就那天有蛮多车，其实开门都还挺挑战人的。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那天发现大家对车机的系统也挺好奇的。车机的系统就是车里面的那个屏幕。对，我们现在发现电动汽车的车里面的屏幕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然后控制的东西也很多。这一点还蛮特别的。那天我们有去哪一个展位，然后发现有一个女生，她一直在那个屏幕上面点，就在不停的看有什么功能，你记得吗？她一边点还在一边拍视频。对，所以就大家其实现在对车机的系统要求也挺高。能不能单独的看电视剧？因为有很多是，比如说他接送小孩，他可能会把小孩放到一个座位上面，他可能会给小孩放一个动画片。但是他希望只对这个小孩放这个动画片。大家可以分开看自己想看的东西。那还挺好的，就一人一个 iPad 的感觉。对，然后那天我们还领了糖葫芦，你记得吗？对，是在未来。对，就是车展还有一个好玩的点，就是那一天有蛮多人到处去排队领东西。对，是有人去领礼品啊，然后有人去领汽车的模型啊，还有人就是我们在小米还领到了水。对，是。对，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要值回票价的话，网上面有人会发攻略说你这么去领东西，你可以把票价给领回来。但是就很浪费时间呀，我去那儿是为了看车的，不是为了领东西的。对，也是了，因为它很多领奖品领东西的这个设计就很复杂，你可能需要花半个小时在那儿打卡，然后做各种事情，然后才能领到一个东西。对，但是可能这也是每个不同的汽车品牌他们吸引人去的一个办法吧。就是你去排队，然后你去打卡，去发帖子，然后呢就会有更加多人知道啊，就是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对，这还蛮，就是如果从展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还蛮有意思的，看看大家就在打擂台。我觉得这是一个汽车展会的一个意义啦。就是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去汽车的门店，包括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很多都在商场开了自己的门店，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少会有一个机会说把大家都放在一个平台上面去展示自己。还蛮热闹的。而且
大家会有竞争的感觉。对，确实。对，所以我说我还蛮想去看一下北京车展，也是因为想回味一下以前去看车展的那种大家打擂台的感觉。就是大家竞争比赛的感觉。对对对，这个是打擂台的意思。对对对，就是那种比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产业的意义吧。对，就是一天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品牌，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车型。对对对，而且不需要去单个再去他们的店里面什么的。对，是。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是2026年，你上次去车展是什么时候？哇，那已经是疫情前了。如果是有规模的车展，有规模就是比较大的车展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应该是19年还是18年的广州车展。那距离现在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对对对，因为前几年我们是在泰国嘛。但是泰国好像我们看了汽车展。对。但是疫情之后的确改变很多，因为展会它是一个人非常多的活动。所以疫情之后还是到这几年慢慢又恢复了展会这个东西。那你觉得你疫情前就是7、8年前看的展会和现在的展会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品牌的占比的变化。占比就是比如说8年前的时候，可能外国的品牌，德国的呀、法国的呀，然后美国的呀，它可能是60%。然后可能中国的品牌比较少，或者是他们的展位的面积比较小，车型也比较少。那这一次去看就发现完全是反过来了。中国的品牌这一次是占了大头，所以大部分的品牌都是中国的品牌。对，而且中国的品牌每一个大的品牌下面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小的品牌也出来了。车型也变多了。比如说以前可能比亚迪它的展位就是比亚迪。它可能5、6款车，但是这一次它整个展馆里面不仅是比亚迪这个品牌，它有它的高端的品牌、仰望的品牌，它有很多子品牌都出来了。然后车型就是以前的好几倍。就这一点是我还蛮感慨的。那跟着你了解了那么多，我觉得如果以后我要买车的话，我可能会买蔚来。因为你说他们的服务很好。值得体验一下。是，那你呢？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你也会建议我买蔚来，还是会试试别的品牌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第一是要看预算。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是我自己我的原则其实我选车我还蛮理性的。就是如果我只是把它当一个代步工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较便宜的电动车。只要它够平常的通勤，就是去超市呀、上下班呀，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很大的车。那你建议我呢？你建议我买油车还是电车呢？如果是在中国，我是99%觉得你应该买电动汽车。对。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在中国我们的电费真的非常的便宜，我觉得很便宜。对，我们可能才4毛钱一度电。对，差不多。对，然后可能以前你花600块钱加油1个月。你如果换成电动车，可能你就是几十块钱。可以省很多钱。对，可以省很多钱，很多很多钱。所以在中国开电动车现在也已经是普遍选择了。我看去年2025年中国的新车的销量1半以上都是电动车。也就说明有1半的人，10个人里面有1半以上的人都会去买电车。反倒油车变成了一个少数人的选择。我们要不要来总结一下油车和电车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油车它的优点是毕竟其实加油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油车它的使用寿命还是比电车要稍微长一些。它的缺点就是油费现在还蛮贵的，而且听说这几个月我们中国的油价也在涨，所以油价它导致用车的成本会上升。对，这个是它的一个缺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功能的体验没有电车那么丰富。
像电车，它的优点其实正好就是油车的缺点，可以去弥补的。电车它的智能的功能更多，比如说我们可能几万块钱的小的电动汽车，它的停车的辅助呀，包括倒车的影像呀，这些功能都已经很不错、很完善了。但是同级别的油车，其实蛮多都还需要去选装才有类似的功能。所以电动车它的智能化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娱乐非常的好，这个是电动车的优点。那电动车的缺点就是它的使用寿命还是比油车稍微短一点点，我的感觉啊。然后它的保险听说好像比油车会贵一点点在中国。然后好像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缺点。差不多就是油车好的是电车没有的，但是电车有的是油车没有的。好，那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我也学习了一些关于汽车的知识。对，然后可能我们讲的有点快。对，那这一期内容呢可能会有一点难，如果你是中级的水平的话，你可能可以听懂一半。因为第一，我们的语速很快，然后呢，第二，我们有很多关于汽车的一些专业的用词。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啦，因为如果你出去跟别的中国人聊天的话，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老师，他们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然后不用什么词。这是为什么我尽了很大的努力说服大碗来跟我一起录晚安播客。但是我觉得其实聊一期车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来中国，你肯定有机会会坐网约车，你如果跟司机聊天，聊一下中国的电动汽车，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对，是。但是除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关于车的话题，因为你很感兴趣，然后你跟我一起录这个晚安播客，那以后你也可不可以经常跟我一起录？可以啊。你经常会担心说你的发音不好，或者是说你觉得你不是专业的老师，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表达。可是第一，我觉得你的发音已经很好了，然后之前我们发的那个视频，大家也都说你的发音很清楚。第二呢，其实我觉得汉语学习者除了需要能听懂老师说的汉语，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听懂别的中国人说的汉语吧。这个是一个目的，其实。对，是的。所以呢，也希望大碗以后也能经常跟我一起录晚安播客。好的。好，那关于这一期内容，我们就录到这里吧。好的。好，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晚安，再见。晚安。我觉得可能会吵到你们，没有办法睡觉。晚安。晚安。